11月25号，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在 Facebook 上报告，乌军声称领土防御第185旅第122营火力支援连在敖德萨地区成功用高射机枪击落了俄罗斯的 S-300导弹。那么这件事情是真的吗？高射机枪在现代战争中还能发挥多大作用？乌克兰面对如今俄罗斯的无人机空袭又该如何应对？咱们接着往下看。用机枪打下来防空导弹，这个消息呢，听起来确实让人吃惊啊。毕竟要知道 S-300防空导弹的最快速度高达6马赫，因此仅凭高射机枪是很难拦截的。但是人家乌克兰是有图有真相啊，在这枚 S-300导弹的主体上分布着很多大口径的子弹打出来的弹孔。据了解，这些弹孔呢是来自一挺二战的老枪 DSHK 德什卡 12.7 毫米机枪。它原本是苏联研发应用的高射防空机枪，早在二战时期就已经被投入使用了。该枪使用 12.7 乘108毫米的大口径枪弹，以及导气式工作原理设计，整体性能还算不错。而这次的成功拦截也恰恰证明了乌军的运气。不过单凭一次运气并不能对乌克兰的防空有所改变，但这件事情呢，却让美国有了新的援助武器，那就是高射机枪。在美国对乌克兰最新的一批军援中，除了海马斯和 NASAMS 防空系统的补充弹药，以及哈姆反辐射导弹、精确制导炮弹等高技术武器外呢，美军还援助了150挺带有热成像瞄准设备的高射机枪。五角大楼表示，他们希望高射机枪能够帮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当然，美国的意思并不是让乌克兰继续用高射机枪去打导弹，而是针对俄军无人机的威胁。自从克里米亚大桥事件后呢，俄军的空袭那就是一直没有停下过。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以及战术弹道导弹在内的一系列武器攻击乌克兰各大城市以及后方能源和供电设施，对乌克兰的后勤造成巨大影响。在这些武器的打击下，乌多个地区都面临供电困难的问题。根据乌克兰空军的报告，在11月23号，俄罗斯发射了大约有70枚 KH-101巡航导弹，其中有51枚被拦截。而随着如此多的导弹的投入，俄罗斯的库存也开始捉襟见肘了。如今，俄军在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中，已经越来越少使用到巡航导弹了，转而大量的进口了伊朗的无人机，对乌进行空袭。因此，有不少专家认为，俄军此前为了报复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事件对乌克兰的猛烈空袭，被认为大幅消耗了俄军所剩不多的导弹库存。那么现在，俄军在远程打击中只能尽量去使用自杀式无人机了。而俄军目前使用的伊朗自杀式无人机，主要是见证者136，战斗部重40公斤，击中目标时，其威力要比一枚155毫米榴弹更大一些。它的巡航飞行高度在300米左右，这使得它不容易被雷达发现并且拦截。早在10月初，该无人机就陆续被俄军投入到空袭当中，而乌克兰呢，对其的拦截手段却十分有限。就目前乌军发布的大量拦截视频显示，拦截无人机的大多数都是单兵防空导弹或者是轻武器的弹幕射击。如今，乌克兰已经宣布有200多架伊朗无人机被击落了。当然，在这个战绩当中呢，也包括了中近程防空导弹和米格29的战绩。但是对于伊朗这种造价不到2万美元的无人机来说，用防空导弹去拦截无人机那是很吃亏的。一枚中近程防空导弹价格是高达上百万美元，其拦截成本相当巨大。因此，如何拦截这种无人机成了摆在乌克兰面前的问题。为此，德国给出的方法呢是援助 IRIS-T-SLM 中程防空导弹。该防空系统在进入乌克兰之后呢，也击落了不少见证者136。据了解， IRIS-T-SLM 中程防空导弹最大射程40公里，拦截高度20公里，拥有先进的信号处理系统，能够有效拦截无人机这种红外特征较低的目标。而且我们从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拦截率就能看出，各国的帮助下，乌克兰的防空部队对低空的监视能力正在不断提高。除了能被雷达和光电系统发现外呢，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发动机噪音还很大，很远处就能被听见，从而让乌军及时做出反应。不过，这些价格昂贵、数量稀少的防空系统，终究是无法完全保护乌克兰的天空。
因此，美国在援助防空系统的基础上呢，还为乌克兰带来了150挺高射机枪。这些带有热成像瞄准的机枪，很大程度上是提高了乌军的全天候防空能力。如今，除了空军和防空部队外呢，乌军国土防御部队也组建了大量装备机枪和小口径高射炮的防空小队，他们被用来对付俄军低空低速飞行的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美国商业内幕网站也注意到，乌克兰和美欧都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作为对抗俄罗斯无人机的新手段。早在1战和2战期间，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就曾是对抗空中威胁的主要手段。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高速高空喷气式飞机，它们可以在上万米高空进行超音速飞行，这无疑超过了高射炮和机枪的打击范围，使得它们逐渐被防空导弹所取代。如今，各个国家都已经停止研制新型的高射炮或者高射机枪了，但是俄罗斯却正在用一波又一波的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乌军想要使用大型且昂贵的地对空导弹来阻止这些廉价的低技术无人机，就像用高射炮去打蚊子。因此，在拦截相对缓慢、低空飞行的无人机时，高射炮和机枪是得以重新登上舞台。而除了对空目标之外呢，高射机枪还有更强的对地软装甲目标的能力。在巨大的口径优势下，使得高射机枪对步兵的压制能力相当恐怖。只要中一发就会失去作战能力，同时它还可以轻易地穿透掩体，对防御工事进行打击。不过目前各国所能提供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数量也是有限，只有德国提供了少数的猎豹自行高炮，这使得乌克兰不得不利用自行改装的机枪执行对空拦截任务。一些防务专家还建议美国支援20世纪60年代的 M163火神自行防空车，它是在 M113装甲运兵车上装载20毫米火神速射炮，可以执行对空拦截任务，但是缺乏探测目标所需要的雷达。综上所述，现代武器的防空体系是一个立体网络，高射机枪弥补的是乌克兰低空目标这一处，而在这里呢，目前还没有其他有效手段替代它。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高速机枪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会继续发展。或许在未来一天呢，高射机枪会再次迎来春天。当然，除了高射机枪之外，乌克兰还迫切需要爱国者这种防空系统。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好兄弟波兰了。其总理莫拉维斯基在11月24号曾表示，希望德国将本应提供给波兰的爱国者系统转给乌克兰。波兰的建议呢，让德国感到非常意外毕竟早在今年5月份，乌克兰就提出想要爱国者了，但是却迟迟没有进展。如今波兰兄弟再次挺身而出，愿意将自己的爱国者送给乌克兰。同时，美国也在11月30号表示，已经和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12亿美元的合同，其目的呢是为乌克兰采购6套 NASAMS 系统。这对于乌克兰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惊喜。毫无疑问，无论是机枪还是爱国者，未来呢，在北约的层层加码之下，乌克兰将会被打造成为一个飞行禁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高射机枪在俄乌战场上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